见过抢钱的，见过抢粮的，你见过特种兵抢旗吗？这个事儿啊，要不是真发生了，我还以为是好莱坞编剧喝高了写出来的烂剧本。堂堂世界第一强国呀，为了赖掉那点会费，竟然干出了这种强盗净身的勾当。今天啊，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出2026年开年最荒诞的日内瓦夺旗大戏。2026年的2月5号，记住这个日子啊，这在国际外交史上那绝对是能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当然是黑色的墨水。就在那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总部大楼里，你猜怎么着？一帮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兵直接闯进了世卫组织的1楼大厅。这帮人来干嘛？周围的办事员，那些戴着眼镜的医学专家都吓懵了呀。第一反应是坏了呀，是不是出大事了？还是哪里藏了绝密档案？美国人来抢黑材料了？都不是。这帮大兵啊，在众目睽睽之下，径直走向大厅的正中央，那里啊挂着一排成员国的国旗。他们二话不说，上去就把那面星条旗给硬生生撸下来了，动作那叫一个熟练啊，跟在战场上拔敌人的据点似的。然后呢，这帮大兵啊还觉得是挺光荣，几个人啊举着那面刚抢下来的旗子啊，在那边比着耶，咧着大嘴合影留念。哎呦喂，这也太魔幻了吧，这画面太美啊，我都不敢看。日内瓦世卫总部啊，那可是个讲究体面的地方，是救死扶伤的圣地啊。据说当时前台负责接待的小姑娘都吓傻了，真以为啊出大乱子了呢。这个旗子为啥被世卫组织给扣了？或者说为什么美国人非得用这种方式拿回去啊？原因嘛，简单让人想笑，也让人想哭。欠钱啊！美国这个号称地表最强的超级大国，拖欠了世卫组织2024到2025年度的会费。一共多少钱呢？2.6亿美元。各位，这点钱啊，对美国来说叫钱吗？美国一年的军费啊，那是8000多亿往上走啊。这2.6亿，也就是五角大楼少买半架 F-35战斗机的事儿啊。也就是美军啊在阿富汗撤军时随手扔掉那些破铜烂铁零头啊。可是人家就是不给，那是铁公鸡身上拔毛，一毛不拔。不但不给啊，还在2025年的1月再次启动了退出程序，脖子一梗说也不玩了，退群，这群主针对我。世卫组织那边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呀，总干事老谭那是个老实人，但是老实人也被逼急了呀。你都要走了，拍拍屁股就想溜？按照国际组织的规矩，退群可以，你得把之前的账结清啊。咱们去这个饭馆吃饭，想走也得先买单吧，这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你不结账，那我只能象征性的把你留在这里的东西扣一下，这在法律上呢叫留置权。扣啥呢？美国在这个世卫吧也没啥资产，就把这面旗子扣下吧，意思就是大哥，你好歹把账结了呀，哪怕给个说法也行啊，别让我没法给其他成员国交代。这本来吧是个象征性的施压，是给美国留了面子的，结果美国那边急眼了呀，他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呀。他们觉得我美国是什么身份？我是地球酋长。你一个小小的世卫组织敢扣我的国旗，你这是把大国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于是外交途径也不走啦，法律程序也不走啦，直接连谈判桌都懒得上，直接派大兵。这哪儿去取旗子呀？这去秀肌肉啊，是去砸场子。美军呢还给这个行动起了个好听的名儿，叫什么纠正不公夺回尊严行动。我真是笑得肚子疼啊。在国际社会眼里啊，这哪是夺回尊严啊，这分明是向全世界宣告我有实力，我拳头硬，所以我欠钱就是大爷，我想赖账就赖账，你能拿我怎么着？咱们再往深了聊聊这2.6亿美元啊，在这个美国政客眼里吧，这是个数字，是个博弈的筹码，是用来要挟世卫组织的工具。但是在世卫组织眼里在那些贫穷的非洲、拉美国家眼里
这可是救命的钱呀！老谭啊，早就喊哑了嗓子，在各种会议上哭穷。这2.6亿美元如果到位了，能在非洲新增上百个疫苗接种点啊，能给多少个孩子打上麻疹疫苗，能培养多少个乡村医生，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人命啊，是无数个家庭的希望。因为美国这个老赖长期欠费，世卫组织的基金链早都紧绷了，都快断了呀。很多传染病监测项目停了，因为没钱买试剂；公共卫生援助项目砍了，因为没钱派专家。但是你别忘了啊，历史早就给了咱们一记记响亮的耳光。当年那个大流行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全球协调机制能顺畅一点，如果这个资金能更充足一点，也许就能挽救更多的生命啊。当初美国为了省那点会费为了搞政治操弄，导致这个协调机制失灵，最后自己付出的代价是多少？那是几百亿、上千亿的美元是无数家庭的破碎。现在倒好，伤疤还没好利索呢，为了这区2.6亿，又开始玩这一套，大国欠费，小国埋单。美国在那边耍横，倒霉的是刚果的孩子，是也门的难民。那这种结构性的失衡那是把全世界的卫生安全当儿戏。我就想问那帮举着旗子合影的大兵，还有坐在白宫里下命令那些老爷们你们手里面那面旗子看起来是挺鲜艳，但那是用多少非洲孩子的健康换回来的？这就叫为富不仁，这就叫缺德带冒烟儿。这个事儿吧，最让我担心的其实还不是这几亿美元的事儿，而这个事儿背后透出来那个信号，那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趋势。咱们这个世界二战以后本来吧是有一套规矩的，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虽然这个规矩吧主要是美国人定的，虽然它也不完美，有时吧还偏心，但是好歹大家面上还过得去，好歹吧还有个说理的地方。世卫组织的章程里是写的清清楚楚，退出前必须结清费用，这是白纸黑字是契约精神。美国当年是签了字儿的，是摁了手印的。可是现在呢，当这个规则不符合美国利的时候，或者仅仅是让大统领不高兴的时候，人家直接就把桌子掀了什么国际法，什么条约，什么义务我的拳头就是法，我的航母就是道理。这种做法那是对多边规则最野蛮、最赤裸的践踏。你想如果这个带头大哥都这么干，那以后谁还守规矩以后是不是只要有枪就可以去联合国抢东西是不是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在世贸组织欠钱不还？这不就回到了丛林法则了吗？这不就回到了那个谁拳头大谁有理的野蛮时代了吗？那咱们还要这些国际组织干嘛？大家都回家磨刀去好了。这边被抢回去的国旗现在呢估计正挂在华盛顿哪个博物馆里，或者特朗普那个办公室里展览呢。美国国内那些极端舆论可能还在叫好，说这是强硬的胜利，说我们终于不当冤大头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短视的狂欢。你赢了一面旗子，输掉的是全世界对你的信任，是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体面。你以为你展示了力量，其实你暴露的是你的无赖和虚弱。真正的大国是靠责任感让人服气，而不是靠耍流氓让人害怕。不过吧，这个事也有个有意思的后续，或者说是现世报。美国这大闹天宫之后本来以为呢世贸组织会瘫痪，会跪下求饶，会求着美国回来。结果呢，这世界离了谁都这样转，地球没爆炸。美国这一退吧，留下那个权力真空，马上就被填补上了。欧盟虽然自己日子也紧巴，但是咬牙立马增加了自愿捐款，补上了窟窿。新兴经济体包括咱们中国也都纷纷表态支持世卫组织加大投入。大家伙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地球是大家的，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既然你美国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当这个群主，只想当个搅屎棍那你就别当，好走不送。我们自己凑钱，自己修路，自己打疫苗。没有了那个天天指手画脚，这就是不对，那也是错的太上皇。大家办事呢反而更有效率了，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现在的国际社会啊，显然是不愿意再被单边主义反复要挟了，大家都在想办法呀，改革支付体系，改革治理机制，搞去美元化，搞独立自主。美国这一下子反而成了催化剂，把大家逼得更团结了，把那个后美国时代提前给逼出来了。所以说呀，各位，这出日内瓦夺旗记吧，看着像是一场让人发笑的闹剧，其实是一场悲剧，是美国信誉彻底破产的悲剧，也是旧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崩塌的悲剧。那面星条旗曾经也许代表着某种秩序、某种责任、某种灯塔的光芒，但是现在当它需要靠这个海军陆战队去抢回来，需要靠赖账来维护的时候，它上面沾染的不再是荣光，而是赖账的油墨和霸权的灰尘。我就想送给美国政府一句话旗子你抢回去了，挂在墙上了，可这个脸你究竟是丢在哪儿了？还能找得回来吗？这个事儿肯定还有后文。世卫组织承不承认你退群？那笔账到底怎么算？咱们就坐着看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一个大国开始靠抢东西来维持尊严，靠赖账来维持开支的时候，他的黄昏也就不远了。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香兰，我们下期再见。